全世界终于意识到世界再也不会出现下一个中国了。这年头谁都想当世界工厂赚点小钱，对吧？越南在努力，隔壁老三也没闲着，口号喊得一个比一个响，都想复制咱们当年的奇迹，但现实太骨感了。那边越南的工厂正干得热火朝天呢，时不时啪一下就停电了，老板和工人们只能拿着大蒲扇眼巴巴地看着机器干瞪眼。另一边印度的手机厂商为了找一颗强度要求贼高的小螺丝，差点把地球给盘了一遍，最后发现这玩意儿还得从咱们家进口，根本离不开。这场景象，班里那个永远在抄作业的同学连题目都抄啦，就是抄不会解题思路，一到考试就抓瞎。这时候一个小傲娇的事实就浮出了水面，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咱们家里有矿山一座名叫重工业的超级矿山，高耸入云，壁垒森严，别人连攀岩绳都找不到地方挂。先别扯其他的，咱亮个数据闪瞎他们的眼。你知道咱们国家工业用电量有多猛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已经是美国的整整5倍。你没听错，是5倍还不止。这个数字比 G7 那7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2倍。咱们的工业心脏跳动呢，就像装了核动力引擎，电力血液通过全世界最庞大最复杂的协管网特高压电网输送到每一个工厂车间。更牛的操作是什么？前几年咱们逐渐停止了对外输出那些物美价廉稳定可靠的火电技术，这一下可把不少想发展工业的发展中的国家给整不会了。你想啊，工业化的有电吧，核电呢太贵了玩不起，风电光伏听着很美好，但没风没太阳的时候咋办？还得靠火电来帮忙保证电网稳定。现在好啦，几个掌握火电的国家认为火电太污染环境了，就把新手村最实用的宝剑给下架了，他们只能在高端装备核电和看天吃饭装备风光电之间反复横跳，陷入了能源的死循环。很多人以为世界工厂就是开几条流水线，然后招一群工人996连轴转就完事儿了，这可没有这么简单。现代工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是个套娃游戏，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但它背后藏着一个庞大的工业宇宙。造手机壳你需要精密的模具吧，这模具得用特种钢材吧，炼制钢材你需要高端的化工材料和冶金技术吧，手机里的芯片封装测试需要各种化学试剂和精密设备吧，就连那颗你可能从没注意过的小螺丝钉都可能是特种合金的产物。美国不是想让制造业回流吗？结果呢，企业老板们哭着发现，就算把工厂搬回去了，从一颗螺丝钉到一个小小的封装材料，再到整套的供应链管理，转了一圈发现还是得从中国买，光有设备和材料还不够，你还得有人才。咱们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有多少？说出来又是一个凡尔赛现场，超过欧美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总和。每年都有一批又一批的理工科小鲜肉们像下饺子一样涌入钢铁化工装备制造这些硬核领域，这帮钢铁们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技术护城河。他们不仅仅是操作机器，更是在不断的进行技术迭代和创新。今天优化一下钢铁配方，明天改进一下化工流程，后天捣鼓出一个新的机械模型，这让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了强大的自我造血和自我进化能力。它不是一个僵化的巨人，而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有机生命体，这才是最可怕的。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抬杠，你有技术，我有钱，我买不行吗？你有工程师，我挖不行吗？朋友，重工业的本质是一个时间壁垒，你看到的是今天灯火通明的智慧钢厂，你看不到的是70年前鞍钢第一炉铁水喷涌而出的艰辛，你看到的是长三角高端装备产业集群的繁华，你看不到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冰天雪地里的默默坚守。我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汗完成了一场重工业的复利积累，这不是简单的引进几条生产线买几项专利就能搞定的，它是一种深植于整个产业机理的肌肉记忆和知识体系。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的工程师不仅仅是会操作一台德国的机床，而是能深刻理解这台机床背后的动力学模型。我们的炼钢工人不仅仅是会按按钮，而是能理解炉子里铁水发生的复杂相变原理。我们的化工专家不仅仅是会照搬配方，而是能掌握催化剂在反应中的核心机制。这种深入骨髓的认知比任何锁在保险柜里的专利都更难复制，它需要时间去沉淀，去试错，去积累。别人想学是吗？对不起，请先坐上时光机，回到70年前，把我们吃过的苦，走过的弯路再走一遍。而且别忘了，咱们当年搞工业化的时候，全球的环保标准还没那么严苛，可以说我们承受了那个时代必要的环境代价，才换来了今天的工业基础。现在呢，全球环保条款就像一把大锁，直接锁死了后发国家的这扇发展窗口，想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门都没有。咱们还有一个独步全球的超级 buff， 那就是庞大的国内市场。14亿人口，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压力测试场，任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都可以在国内市场得到最充分的验证和迭代。钢铁厂想研发一种新的特种钢，没问题，国内有无数的桥梁、汽车家电项目等着你，让你反复试验优化配方。装备企业造出了一台新的精密机床，太好了，长三角和珠三角成千上万的工厂就是你最好的考官，好不好用，市场会给你最直接的反馈。当咱们的盾构机能够在喜马拉雅山下复杂的断裂带啃硬骨头，当咱们的巨型风机能够稳稳地矗立在风暴肆虐的北海，这背后都是被无数地域难度的本土应用场景
性给硬生生锤炼出来的工业韧性。这种先在家里闭关修炼，一出山就去国际赛场降维打击的模式，放眼全球，谁能学谁敢学。当今世界的竞争早已进入深水区，大家争什么？争高端制造。高端制造的背后是什么？是材料科学、航空发动机的耐高温叶片、光刻机的特种镜片、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核心材料。大家争什么？争绿色转型，谁掌握了主动权？还是重工业？咱们现在能把钢铁厂的余热转化成城市供暖，把化工厂排出的二氧化碳捕捉起来，做成化工原料，这种变废为宝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恐怖的工业竞争力。大家争什么啊？争产业的天花板。天花板在哪儿？在工业母机那些制造机器的机器，5轴联动、数控机床、上万吨的液压机、纳米级的光刻设备，这些才是工业主权的真正象征。所以你看，当欧美国家忙着玩金融、搞虚拟经济，以为站在了鄙视链顶端的时候，我们却在默默地把 GDP 的惊人体量踏踏实实地转化成了一炉炉沸腾的铁水，一堆堆精密的金属碎屑，一道道澎湃的超级电流。回望历史，工业化的火种曾在英美德日之间传递，但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当环保的枷锁越来越重，当技术的鸿沟越来越深，当全球的市场早已被先行者瓜分殆尽，我们很可能将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个完成全面工业化的巨型玩家。这不是傲慢，而是基于能源、人才、产业链和历史机遇的理智推演。重工业这块压舱石又重又硬，看起来甚至有点笨拙，但它终将成为我们抵御一切风浪的定海神针。真正的工业主权买不来也移不走，它只能在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一锤一锤的锻造出来。当别人还在产业转移的迷宫里打转时，我们已经用这块基石铸造了通向未来的钥匙。我勒个去，19国联军杀向亚洲了。最近美国为了这个19国联合军演，这次可是下了血本，怒砸53亿美金，折合人民币300多亿，300多架飞机，3.5万名演员，从印度洋到珊瑚海战线拉得比老太太的毛线还长。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上将更是亲自站台打 call。 没错，我们就是在预演为了一场可能的大规模冲突。这话说的就差把 China 2个字直接打在公屏上了。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骨感的让人心疼。这场耗资巨大的豪华派对演着演着味道就全变了。说好的是一场肌肉秀，结果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大型吐槽会和比烂大会。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要说这场军演最精彩、最富有戏剧性的桥段，那必须是忠诚度大测试环节。剧本是这样的：作为老大的美国大手一挥，要求所有参演的小弟们开着自家的船，雄赳气昂地闯入东大正在南海同步军演的12海里警戒区，以此来彰显航行自由和我们是一伙的团结精神。这简直就是一道送命题，考验大家投名状的时候到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五角大楼的策划人员差点当场气出心梗。指令一下，只见浩浩荡荡的联合舰队里，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一马当先冲了上去，其余的17国舰队仿佛听到了来自东方的神秘警示，不约而同齐刷刷的调转船头，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心思很简单，浓脑子瓦特啦，看在你出钱的份上，给你面子，来意思意思就得了，让我为你的霸权针去送命，我是疯了吗？这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空气中弥漫着沉默和塑料兄弟情的味道。这场忠诚度测试最后变成了一场大型跳船求生，把所谓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底裤都给扒下来了。美国用真金白银搭好的台子，硬是被这群猪队友唱成了一出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的滑稽戏。咱们再来看看这次参演的豪华阵容，那叫一个卧龙凤雏，齐聚一堂，气氛担当。德国作为欧洲大佬，德国这次非常给面子的派出了200名后勤人员，没看错，不是战斗部队，是后勤。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搬箱子。在关岛的烈日下，一群德国大兵汗流浃背从事着体力劳动，内心可能在咆哮，我们真的是来打仗的吗？这跟在柏林火车站当搬运工有啥区别？最搞笑的是故障专业户，英国日不落帝国这一次派出了自家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想来重温一下祖上的荣光。结果呢，这艘被寄予厚望的航母从出厂开始就毛病不断，跟个林黛玉似的，3天一小修，5天一大修。这次远征半路上又趴窝了，最后不得不滞留在印度维修。更搞笑的是，连给他护航的舰艇都凑不齐，还得找北约的兄弟们东拼西凑，就像是丐帮开大会。新基波、澳大利亚这次倒是挺积极，派了1.2万人，算是给了美国天大的面子，但是在行动上却滑头的很。他们的舰队活动范围巧妙地避开了所有最敏感的南海核心区域，主打一个我来了我看了，但我就是不往里凑的边缘 OB 战术。左右为难的是菲律宾和日本。菲律宾提供了苏比克湾基地，结果国内抗议声浪一波高过一波，老百姓举着牌子上街怒吼别把我们当炮灰。而日本呢，虽然嘴上喊着紧跟美国大哥，但私下里军官也在吐苦水，大哥别再逼我们家军费了，我们连导弹库存都快见底了，真挤不出来了。美国防长还在开幕式上豪言壮语，
19面旗帜飘扬在这里，这本身就是力量。可这力量怎么看怎么像一群临时拉来的群演，各怀鬼胎，出工不出力。这53亿美金，怕不是一大半都花在请客吃饭和发出场费上吧？说完了这群不靠谱的盟友，咱们再来聊聊这次派对的东道主美军自己。正所谓打肿脸充胖子，说的就是现在的美军。航母曾是美国制霸全球的图腾，但如今这支曾经的王牌舰队正集体陷入中年危机。法律规定要有11艘航母，但能拉出来跑的没几艘。服役50年的尼米兹号马上就要领退休金了，接班的肯尼迪号因为那个高大上的电磁弹射器技术不过关，跟个难产的孕妇似的，交付日期一拖再拖，已经排到2027年了。现役航母平均年龄高达32.7岁，堪称海军养老院。5艘尼米兹级天天喊腰酸背痛，金属疲劳问题严重。过度加班的后果就是事故频发，杜鲁门1个月里摔了2架飞机。调查报告直指机组人员被连续压榨了18个月，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斯坦尼斯号更惨，因为线路老化，直接在船厂里瘫了27个月，想修都找不到停产的零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规航母不够用怎么办？美军想出个天才的主意，把4万吨级的2栖攻击舰改装一下，装上 F-35B， 美机名曰闪电航母。但这玩意儿载机量只有正规航母的1/3，连个弹射器都没有。起飞全靠垂直升降，被军迷无情嘲讽为一次性打火机和海上火把子。最要命的是，新一代的福特级航母看着高科技，实际战斗力却大跳水。舰载机一天最多出动98架次，比老掉牙的尼米兹级还少了近40%。这哪是升级，这是消费降级。就这状态还想两线作战？当中东需要双航母镇场子的时候，广阔的西太平洋愣是连续23天找不到一艘可用的美国航母。这捉襟见肘的窘境，连遮羞布都快扯没了。为了应对新挑战，美军发明了一个叫敏捷作战的战术，简单说就是把 FR-F-35这种金疙瘩拆分成小队，像撒豆子一样部署，再从日本到关岛的各个小破岛上玩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这个想法听起来是不是很酷？然而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太平洋上的荒岛那可是高温高湿高盐的3高环境，对精密战机来说就是地狱。价值上亿的隐形战机隐身涂层被海风一吹就起泡精密仪器，说坏就坏。地勤人员在简陋的临时机场里看着出故障的飞机欲哭无泪，仪器坏了，对不起没备件，请等下一班船，轮胎破了，对不起请再等几天，新轮胎正在海上飘着呢。这哪里是打不完的风潮，这不就是一捅就破的马蜂窝吗？更别提那个耗资17亿美金在关岛部署的铁穹防空系统啊。面对射程高达5000公里能玩水漂弹道的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这套铁穹更像一个花大价钱买来的心理安慰剂，顶多能拦一拦飞过来的海鸟。当美军还在为他们73艘驱逐舰上射程300公里的鱼叉导弹沾沾自喜时，东大的网友已经开始讨论8艘55万吨大驱上射程1500公里的鹰击高超音速导弹应该怎么用了。这就好比你还在玩弹弓，人家已经升级到狙击枪了，这还怎么玩？一边是缝缝补补又3年的裱糊匠，一边是星辰大海新征程的工程师，一个帝国的黄昏和一个大国的黎明，在这2个镜头下对比的如此鲜明。这场价值53亿美金的太平洋派对最终没有改变任何力量的对比，反而照出了霸权的焦虑联盟的脆弱和技术被追赶的无奈。就在19国军演如火如荼进行时，不知从何处飘来了一声直击灵魂的声音：喂喂，秋雅在吗？